当我们想要放下过去的伤痛或困难时，内心的对话与宇宙的频率。叙事开端与内心的对话。最后的提醒：创造属于你的宇宙频率。内心抵抗恐惧的本质。故事的转折，频率的转化。宇宙的回应，放下的力量。结语：与宇宙共舞。放下过去的恐惧，迎接宇宙的智慧与自由。如何在生命的波动中找到真正的平静与力量？当你学会爱自己的伤痛，宇宙的力量便会回应你。放下抵抗，让吸引力法则引领你迈向幸福。如何在痛苦过后像树一样静止，等待自我疗愈？每一次的反思都是你与宇宙同步的契机。学会放手，让宇宙为你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。以爱与理解疗愈内心的恐惧，释放真正的自由。生命如画，当你放下掌控，宇宙会为你着色。放下过去，拥抱宇宙的光与爱，改写你的命运。有一天，你坐在窗边，望着夕阳渐沉的地平线，那片光辉在你的眼前跳动，如同生命的韵律，提醒着你那些过去的伤痛和难关。那部分的你，或许藏在深处的恐惧，开始在脑海中低语：如果我放下这一切，会不会更痛？会不会无法承受？这声音仿佛在保护你，但也让你停滞不前。这个时候，宇宙的低语开始响起，提醒着你一个真相：一切存在于频率之中。情感的阻力也是一种频率的表现，而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只有当我们的内心频率与放下、释然的平静对齐时，真正的自由才会来到。每当你试图放下过去，内心的抵抗便如浪潮般涌现。那是一个熟悉的感觉，愤怒、不耐烦，甚至无名的悲伤。你或许会责怪自己，为什么无法轻易走出来？但你可曾想过，这些感受的根源，其实是一部分的自己，试图保护你不被更多的痛苦淹没。宇宙中的每个能量震动，都有它的理由。恐惧的频率在于它的不确定性，而这份不确定，正是内心无法放松的根源。然而，宇宙的智慧告诉我们，当你学会以理解和爱对待这部分的自己，恐惧的震动就会开始减弱，最终融入一种更高的能量频率。信任与接纳。你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想象自己是一片波动的能量场，与宇宙无缝相连。当你开始对内心的恐惧说：我理解你的存在，也感谢你保护我，那一刻，你的频率开始转变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选择去爱那个受伤的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吸引力法则开始运作。当你释放对抗的能量，平静与爱的震动便吸引到更多的平静与爱。你会发现内心的防御开始放松，恐惧的声音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就像在寒冷的夜晚被披上一件柔软的毛毯。宇宙以其无形的频率网络回应你的转变。当你的能量场发出稳定的爱与信任时，外在的世界也开始变得不同。那些曾经让你感到恐惧的事物，仿佛失去了对你的掌控力。你不再被困在过去的伤痛中，而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盈。这就像是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灯，光芒不仅驱散了阴影，还吸引来更多的光明。宇宙总是以同频共振的方式回应我们的内在状态。当你选择放下，你的频率提升，吸引力法则开始为你创造更多的喜悦与自由。生命的旅程是一场频率的舞蹈，而我们的内心便是那个指挥频率的音叉。当我们学会不再与内心的恐惧对抗，而是选择爱与理解，整个宇宙的力量便会开始支持我们。这并非因为我们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对自己和宇宙的频率保持真诚。放下过去的伤痛，并不意味着否认它的存在，而是以一种更高的频率去拥抱它，转化它，并最终超越它。正如宇宙中所有的能量震动，伤痛与恐惧也有其存在的理由。
当我们以爱看待它们，它们便会成为我们进化的助力，而非阻碍。当你下一次感到内心的抵抗，试着停下来，问问那部分的自己，你在害怕什么？然后以爱和理解来安抚它。这份爱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力量，它让我们超越恐惧，进入与宇宙频率共振的状态。记住，你是宇宙的一部分，而宇宙的频率永远支持着你，陪伴你走过每一个困难的时刻。现在，让我们张开双臂，迎接放下后的自由，与宇宙的爱与智慧共舞吧。在某个晴朗的午后，小雅决定放下日常繁忙的行程，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。她漫无目的地走在城市的街头，任由自己的双脚带领她探索未知的角落。这一天，她没有为自己安排任何计划，也不期待遇见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就这样，她走进了一个公园，一处她从未踏足的地方。公园里，孩子们的笑声与鸟鸣声交织，成一首轻快的乐曲。一位老人坐在长椅上，专注地为他的画布填上色彩。小雅站在他身后，好奇地看着他手中的画笔在纸上跳舞。老人似乎注意到了他的注视，转过头来微笑问道：“你想试试看吗？”小雅犹豫了一下，终于点了点头，接过老人递来的画笔。在接下来的1小时里，小雅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。她随意地涂抹着颜色，并不在意是否画得完美。她发现，这样的自由创作让她的心灵得到了释放。老人告诉她，有时候不要过于计划每一步，生活中那些最美的瞬间，往往是你没预料到的。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小雅的内心。她回想起过去的日子，总是被满满的行程表填满，总是试图掌控每一件事的进展。然而，她也发现，越是计划周全，越容易感到压力和失望，因为现实总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她的期待运行。那一天，小雅决定改变，她开始学习留一些空间，给未知的可能性。她学会不再过分执着于结果，而是专注于过程。比如在周末的早晨，她不再设闹钟，让自己自然地醒来，随心所欲地展开一天的活动。有时，她会骑着脚踏车到乡间小路上，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。有时，她会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，看着人群来来往往，猜测每个人背后的故事。这样的生活改变，不仅让小雅感到轻松，还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有一次，她因为错过了原定的巴士，而与一位同样在等待下一班车的旅客聊了起来。他们聊得很投缘，后来竟成为了她的好友。还有一次，她无意中参加了一场即兴的音乐会，感受到音乐直击心灵的震撼。这些美丽的意外，正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。当我们放下对掌控的执着，宇宙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展开，为我们带来惊喜与奇迹。这也让小雅联想到吸引力法则。当我们不再紧紧抓住某个特定的目标，而是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宇宙便会吸引适合我们的事物前来。有一天，小雅再次遇见那位老人，她向他分享了自己的改变和那些奇妙的经历。老人微笑着说：“你已经学会了如何真正生活。当我们与生活的流动保持和谐，奇迹便会自然地发生。”小雅深深地感谢这位老人，以及他带给她的启发。她明白，生活并不需要事事在掌控之中。相反，那些未曾计划的时刻，那些偶然的邂逅，才是生活最珍贵的部分。从那天起，小雅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不再急于追寻未来的答案。她学会了欣赏身边的一切，无论是微风中的树叶摇曳，还是路人间的一抹微笑。她知道生活的美好正藏在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里。这段旅程让小雅领悟到，生命如同一幅未完成的画作，我们无需急于填满每一个空白，
也不需要预先规划好每一笔色彩。当我们给生活留下一些自由挥洒的空间，宇宙便会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精彩。想象一下，大自然中的一棵树，这棵树的生命周期和我们的情感经历异常相似。当一场猛烈的风暴来临，树枝或许会被折断，叶片也会随风飘散。这种暴风雨就像我们内心的痛苦，强烈、突如其来，且无法避免。然而，树不会立即恢复过来，它需要一段时间静止，让根系重新吸取养分，等待土壤再次滋养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树并未急于摆脱痛苦，而是默默承受，直到有一天它重新绽放。这个自然的过程提醒着我们，当内心遭遇巨大痛苦时，我们不必急于修复它，给自己一些时间，像那棵树一样，静静地站着，允许痛苦的风暴过去，让自己在安静的过程中逐步疗愈，就像树经历了风暴后的静止与等待，最终从痛苦中汲取力量，重新生长。我们的内心也有同样的潜力，只要我们给予自己时间，接受过程，最终将重新茁壮。大自然教会我们，有时候最需要的并不是立即的行动，而是接受过程中的静默与等待，给自己恢复的时间。这一过程不需要急于求成，而是需要细心的观察与自我反思。在这样的静默中，我们逐步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让内心的风暴逐渐平息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能像那棵树一样，在面对人生的风暴时，停下来观察并接受它的存在，而不是急于逃避，这会是怎样的一个转变呢？每天，当我们感受到痛苦或不安时，能停下来问问自己，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这样的反思能帮助我们从无意识的行为中抽离出来，开始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情绪。这样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我们很可能会回到旧有的模式，感到沮丧或想要放弃。这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内心的痛苦或情绪模式不会在一瞬间消失。学会接受自己不完美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进步。不论过程多么艰难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，给自己空间去疗愈，逐步进入内心的安定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借鉴一个关键的概念：宇宙的吸引力法则。这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力量，而是指当我们专注于某个目标或情感时，这些能量会与我们的现实产生共鸣。大自然与宇宙的运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。树根吸收土壤中的养分，依赖的是土壤本身的力量，而人类内心的转变也依赖于情感与思想的深刻改变。当我们有意识地停下来，观察自己的感受，并接受内心的痛苦时，我们也在启动一个过程，将内在的情感与愿望与外部世界对齐。这并不是一个外部的力量，而是内在心灵的吸引力法则在发挥作用。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，无论当下的情绪或困境，并专注于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情感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现实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的反思和自我观察都会立即带来改变。就像风暴过后树木的成长并非一夜之间完成，我们也会在过程中面对种种挑战。然而，这正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，接纳自己，并学会坚持。当我们在面对困难时，能够不断问自己，我的未来的自己会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？这样的问题将引领我们走出困境，找到前行的力量。每一次的反思，虽然不会立刻让我们感到解脱，但它们能帮助我们逐步走向内心的平静。正如一棵树在风暴过后不急于恢复，它接受了当下的局面，并默默地等待土壤的滋养。同样，我们也应该学会在痛苦过后给自己时间，静心等待，让情感自然的疗愈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
没有立即的变化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。但是，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改变我们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可以逐渐改变外在的现实。我们可以像那棵树一样，经历风暴，汲取养分，最终重新站立在世界的舞台上。因此，当你面对痛苦和困难时，不要急于修复，给自己一些时间，像树一样静静站立，让风暴过去。相信当你这样做时，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会帮助你逐渐走出阴霾，并在时间的流逝中恢复并成长。在你的眼前，有一条通往突破与圆满的旅程。这是一条邀请你在2025年发展、拥抱内外转化与整合的旅程。每一次的蜕变，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正如宇宙的循环不息，不断在每一个瞬间创造新生。而这条旅程会引领你放下对结果的控制，让真正的力量在你内心深处流动，并指引你走向属于自己的智慧与平和。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挑战与困难将不可避免地出现，它们如同生活中的隐秘老师，提醒我们如何在困境中找到智慧，如何在痛苦中学会温柔。也许你会问，如何才能在这条旅程中持续进步？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，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呢？第一步是学会放下对控制的执着。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，很多人习惯于控制一切，无论是情绪、环境还是人际关系。控制让我们感觉到安全，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内在限制的来源。当我们越是强行去控制，越容易感受到焦虑与不安。这时，宇宙的智慧会悄然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放下。放下控制并不是意味着放弃，而是学会顺应自然的流动，让自己与宇宙的节奏协同运作。在每一次的挑战面前，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回应，而不是急于反应。当挫折来临时，学会暂时停下，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消化情绪，并在这段时间内与自己的内在力量连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吸引力法则的智慧显得尤为重要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地注意，内心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能量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学会放下控制，放下恐惧与焦虑，内心的能量便会变得轻盈而充满信任。这样的状态会吸引更多积极的机会与人际互动，帮助你在生活中创造更多的正向循环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一切问题会瞬间消失。蜕变需要时间，有些进展需要耐心等待。当我们努力的时候，也要学会信任这段停顿的必要性。有时候，宇宙会让我们暂时停下脚步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整合内在与外在的变化。这段停顿并非无所作为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准备迎接下一步的成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还需要我们学会如何与自己的内在力量保持连结。这股内在力量不会以外界的方式表现出来，而是藏匿在我们的深处，等待我们的发现。它可能是某种直觉的感觉，可能是某个闪现的启示，也可能是某个瞬间的清晰思维。不管它如何表现，这股内在的力量是你在生活中所能依赖的最坚实的后盾。当你学会在内外转化中找到平衡，将会惊奇地发现，过去那些看似困难的挑战，其实是生命中无价的礼物。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智慧，让我们学会以更轻松、更平和的方式面对未来的风浪。而宇宙的法则，正如同吸引力法则所说，它将无形中为你创造机会和转机。当你放下内心的恐惧与焦虑，当你学会与生命流动并行，宇宙将会把你引领向你所渴望的那个方向。这条通往突破与圆满的旅程，或许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期待的那般平顺，但它必定会带来令人赞叹的成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停顿与蜕变，其实是在为你创造一个更宽广的视野，让你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与宇宙协作？
所有的进步，无论大小，都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。它们可能是从你对一个小小改变的接受开始，或是从你对某个过去伤痛的释放开始。这些微小的行动会汇聚成你的人生轨迹，最终引领你走向圆满与自由。因此，当你在这条旅程上遇到挫折时，不妨练习以平和的心态去回应。当你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时，会发现每一个失败与错误都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更智慧、更坚强的自己。而这一切都始于你对自己内在力量的信任与拥抱。让自己放慢脚步，学会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细微转变，并对这些转变保持感恩。当你开始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，将会发现宇宙自有其独特的节奏，并在每一个适当的时刻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。2025年，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，让我们一起放下内心的执着与控制，练习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每一个挑战，并学会与宇宙的能量共舞，让每一次的蜕变都成为我们最美丽的重生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